姐姐，你居然背着皇上偷人！皇帝脸黑得像锅底。皇后解释，我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看了眼靴子，又看了眼信。皇上，这靴子不是我的。我慢悠悠说，废话，这当然是男人的。沈婉柔尖叫，哦。我点点头，弯腰又从床底拖出一只靴子，全场瞬间安静。那只靴子金线绣着龙纹，明显是皇帝的。我是江云初，一个学人精，我学什么像什么。大哥是将军，我学着他打拳，结果1个月后我打得比他板正。二哥是文豪，我跟着他读书，从此他做的诗歌都是我发剩下的。三哥是琴师，我学了1月就能用古筝弹出2拳应乐，他自愧不如。他们3个终于忍无可忍，联手把我踹出了家门，说我学尽天下人，唯独不会做自己。我抱着小包袱蹲在门口数蚂蚁，第73只蚂蚁刚爬过门槛，圣旨就到了。将士云出，贤书端方，册为记后。3个哥哥在院子里站了一整宿。天亮时，大哥红着眼往我包袱里塞了把匕首，二哥塞了本皱巴巴的后宫生存手册，三哥塞了包特制痒痒粉。我知道宫里等着我的是什么。举世皆知，皇帝有个白月光，沈婉柔、沈贵妃。因为祖宗规矩不能立为后，皇帝就把她宠成了心尖肉。在我之前，已经有5位皇后因为谋害贵妃进了冷宫，我是第6个。轿子摇摇晃晃进了宫，停在凤仪宫前。宫殿华丽，却冷得没有人气。陪嫁宫女春桃小声告诉我，娘娘，贵妃每事都会来，给皇后请安。果然，第2天一早她就来了。我端着茶，看着沈婉柔一身素白，若柳扶风地走进来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她声音娇柔，眼底却淬着冰。她行着礼，身子忽然一晃，我在心里冷笑，老套的把戏。但我比她更快，在她踉跄的瞬间，我已经抢先倒在地上，摔得四仰八叉，动静比她预想的大了10倍。她愣住了，大概没想到有人比她戏还足。我躺在地上，立刻捂住心口，学着她最擅长的委屈腔调：贵妃，你为何要推臣妾？若是臣妾碍了妹妹的眼，妹妹说便是，何苦下此狠手？我努力挤出2滴眼泪。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。我不理他，继续表演，还加上了二哥说的无病呻吟体。妹妹，我知道你是皇上心尖上的人，我不过是一抹蚊子血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想立威，我认了。可我的腰，我的腿，哎呦，怕是摔坏了。妹妹怎能如此狠心？我的哭声引来了宫人，也引来了刚下朝的皇帝。萧行急匆匆赶来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：他的白月光站着，只是脸色难看。他的新皇后躺在地上，哭得凄凄惨惨。皇帝脸上出现了茫然的空白。这皇后？他迟疑道：“你先起来说话。”臣妾起不来了。我学徒沈婉柔撒娇的劲，却用上大哥教的丹田气，这个嗓子吼得中气十足，震得廊下的鸟飞走一片。皇上，贵妃推臣妾用了10成的力，臣妾5脏6腑都移了位。皇帝嘴角一抽：“你是皇后，说话怎可如此粗鄙？”沈婉柔见势不妙，身子一软：“皇上，臣妾头晕。”想晕进他怀里，我眼疾身快，抢先一步晕进皇帝怀里，顺势把刚要靠过来的沈婉柔撞了个趔趄。皇上，臣妾也头晕，臣妾看见太奶在招手了。我把脸埋在他胸前，感觉到他全身僵硬。沈婉柔被我撞得倒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气得两眼一翻，真晕了过去。装晕？谁不会？我脖子一歪，也跟着嘎嘣一声，晕了。世界安静了。我透过睫毛缝隙看到皇帝站在原地，看着怀里昏迷的我，又看看地上晕倒的贵妃，她脸上写满了巨大的困惑和生无可恋。太医赶来时，场面很混乱。贵妃是被抬回去的，我是被皇帝亲自抱回去的。他把我抱回凤仪宫时，手臂在抖。我偷偷睁眼看他，他额头冒汗，但侧脸还挺好看。我醒来时已是傍晚。春桃说贵妃回去砸了满屋瓷器，太医诊断她只是皮外伤，而我疑似受了严重内伤。把脉时我偷偷运内功，把脉搏逼得乱七八糟。太医吓得手抖。皇帝为了安抚我，赏赐如流水般进来，金银珠宝堆了半个屋子。我靠在床头数银子，心想着买卖不亏。第2天一大早，沈婉柔端着汤来了。姐姐，妹妹特意熬了参汤赔罪。我看了一眼那碗汤，色泽不对，气味也不对。我靠在床头，虚弱的笑。妹妹有心了，然后转头吩咐春桃，去把本宫给贵妃熬的汤也端上来。姐姐也给我熬了汤。是啊，我羞涩一笑。本宫用大哥从边疆带的秘制大补草，加上2哥珍藏的回肠草，还有3哥的松香，熬了7749克。春桃端上一碗黑乎乎的汤，沈婉柔的脸绿了。
姐姐，这就不必了吧？那怎么行？我学她无辜表情，这是本宫一片心意。妹妹不喝就是看不起本宫。我端起她那碗参汤，不如我们一同饮下，姐妹同心。我做事要喝。沈婉柔吓得魂飞魄散。不，我不喝。她尖叫着打翻我的黑汤。我有样学样，手一滑，参汤不小心泼在她云锦裙子上。哎呀，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可是御赐的云锦啊！妹妹这是对皇上不满吗？沈婉柔气得浑身发抖。你故意的。我眨眨眼，无辜的重复。你故意的。江云初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沈婉柔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是个没得感情的复读机。沈婉柔彻底崩溃，捂着脸哭着跑出去。出门时正好撞到下朝来的皇帝。爱妃，这是怎么了？皇帝扶住她，我已经在屋里哭开了，一边爬一边哭。皇上，妹妹嫌弃臣妾熬的汤，她还打翻弄脏御赐云锦，说看见臣妾就恶心。沈婉柔站在门口，满脸问号。皇上，臣妾没用。皇帝看着满地狼藉，又看看奄奄一息的我，皱起了眉。婉柔，你太任性了，皇后还在病中，你怎么能来闹事？沈婉柔白眼一翻，又要晕。我立刻大喊：太医，快！贵妃又要碰瓷了，快拿银针扎她人中，扎最粗的那根。沈婉柔吓得瞬间站直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咬牙走了。我躺在榻上，深藏功与名。娘娘，晚膳想用什么？肘子，要2只。夜晚我啃着肘子看月亮。春桃慌慌张张跑进来，告诉我沈婉柔在宫里发了好大的脾气，但更重要的是，3日后宫中设宴，各国使臣都会到场。春桃担忧地说，贵妃肯定会借机让娘娘出丑。我咬了口肘子笑了，出丑？那得看她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学人精的字典里没有出丑这2个字，只有现场学习，然后超越。宫宴那日会很有趣吧？我摸了摸二哥给的后宫生存手册，又掂了掂三哥的养粉，该学点新东西了。宫宴上，沈婉柔又开始秀她的白月光才艺，一曲高山流水弹得全场安静如鸡。皇帝眼睛都看直了，他收手朝我甜甜一笑：姐姐贵为皇后，定有更厉害的才艺吧？让妹妹开开眼呗。我放下筷子，妹妹这么想看，那我就献丑了。我的特制琴抬上来时，全场都愣了。姐姐这琴真特别，像要上战场似的。猜对了。我坐下，气沉丹田。这首曲子叫《十面埋伏之送你归西》。第一声弦响，他的酒杯直接震翻了。我直接用大哥教的拳法指法，在琴弦上疯狂输出，那声音跟打仗似的，武将们听得热血沸腾，文官们捂着耳朵直哆嗦。高潮部分我直接站起来，一脚踩凳子，手快出残影，嘴里还吼着杀杀杀。弦断音止，全场死寂3秒。边疆使臣猛地站起来鼓掌。好，皇后娘娘有气魄。皇帝嘴角抽搐，还是拍了拍手。皇后果然与众不同。沈婉柔脸都绿了。下台时我撞她肩膀，妹妹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被我的音乐震撼到了？她咬牙低吼：江云初在呢。几天后半夜，凤仪宫突然闹刺客，侍卫冲进来，从我床下搜出一只男靴，枕头下摸出一封情书，上面写着：成儿，今夜子时老地方见。沈婉柔带着皇帝匆匆赶来，一脸震惊：姐姐，你居然背着皇上偷人！皇帝脸黑得像锅底。皇后解释。我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看了眼靴子，又看了眼信。皇上，这靴子不是我的。我慢悠悠说。废话，这当然是男人的。沈婉柔尖叫。哦。我点点头，弯腰又从床底拖出一只靴子，全场瞬间安静。那只靴子金线绣着龙纹，明显是皇帝的。皇帝愣了，朕丢的靴子怎么在你床下？我一脸深情，想皇上想得睡不着，只能抱着皇上的靴子闻味才能睡着。说着还把靴子往脸上贴了贴。皇帝表情明显软化。皇后竟如此，那这只野男人靴子呢？沈婉柔急了。我指着靴底，苏公公，念念上面的字。苏公公凑近一看，皇上，这靴子是内务府发给太监的，宫里太监小李子昨天抓老鼠跑掉的，还没来得及还给他。我摊手，那这封信呢？姐姐作何解释？沈婉柔明显急了。我拿起那封情书看了看，直接笑出声。妹妹，你为了陷害我，自己写情书也太拼了吧？你胡说，这明明是你奸夫写的。沈婉柔炸毛。奸夫？我走到书桌前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沓纸，趴地拍在情书旁边。皇上您看，这信虽然故意用左手写，但这撇捺的勾脚，这笔锋回转，跟贵妃娘娘平日的字一模一样。皇帝凑过去对比，脸色越来越沉。你哪来的我字帖？沈婉柔傻了，我害羞的把纸收好。这不是崇拜妹妹吗？偷偷收集妹妹的墨宝，学习学习。皇帝感动的握住我的手。皇后竟如此上进。我抽出手，
反过来握住沈婉柔。妹妹关心则乱，姐姐不怪你，就是这字，还得练练。沈婉柔脸都绿了，只能咬牙。姐姐教训的是，最后被罚了3个月俸禄，灰溜溜走了。但她显然没死心。没过几天，沈婉柔哭着去找皇帝，说天天做噩梦，怀疑有人用巫蛊害她。皇帝半信半疑，被她拉着直奔凤仪宫。进门时，我正拿着铲子在院子里挖坑。沈婉柔眼睛一亮，冲过来指着坑：“姐姐，你在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”我停下手擦汗，埋大哥送的边疆烈酒。哇，里面肯定有诅咒娃娃。他尖声道。皇帝脸色难看。皇后，让开！我乖乖让开。还好心递了把铲子，小心点挖，别碰坏我的酒坛子。太监从坑里捧出个炸黄符的布娃娃。皇上，证据，上面肯定有我们的生辰八字。沈婉柔激动得快跳起来了。皇帝夺过娃娃，扯掉黄符，表情突然变得很古怪。他看看娃娃，又看看沈婉柔，最后看向我。皇后，这是什么？肯定是诅咒，他诅咒我们。沈婉柔还在叫嚣，我拍了拍手上的土，用看傻子的眼神看她。妹妹，你被害妄想症晚期了吧？皇帝仔细一看，表情更加复杂了。那其实是2个娃娃，用红线缠得死紧。沈婉柔凑过来看，话卡在喉咙里。这是什么鬼？我羞涩一笑，这叫姻缘娃娃。臣妾看妹妹和皇上恩爱，特意做的，寓意百年好合。那这些字呢？皇帝指着娃娃身上密密麻麻的小字，肯定是咒语。沈婉柔抢先喊，苏公公硬着头皮念：皇上是婉柔的小心肝，皇上的脚都是香的。全场瞬间安静如鸡，沈婉柔的脸红得快滴血了。那些肉麻话确实都是她私下对皇帝说过的。我这个学人精不仅学动作，连情话都拿小本本记下来了。够了！皇帝老脸一红，赶紧打断。那你为什么埋起来？这不就是诅咒吗？沈婉柔还想挣扎，这叫落地生根，寓意爱情稳固。而且民间说太肉麻的话得埋起来，不然容易遭雷劈。我一脸无辜，压低声音：皇后有心了。皇帝嘴角抽搐，他把那对娃娃扔给苏公公，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，做法是独特了点，但心意是好的。沈婉柔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气得当场撕了手帕。半月后，太后寿宴，沈婉柔和她那个户部侍郎爹准备搞个大的。宫女来报说贵妃请我去偏殿更衣，有惊喜。我笑了，怕是惊吓吧。进了偏殿，一股甜腻香味扑鼻而来，门突然被反锁，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从窗户翻进来，眼冒绿光。小娘子，我淡定地掏出一把瓜子。沈婉柔，给你们多少钱？他们一愣，我叹了口气，使出了绝活，转身气沉丹田，掐着嗓子模仿沈婉柔的声音：你们这群废物，还不快滚！皇上来了！那声音跟他一模一样，连尖酸刻薄的调调都学得惟妙惟肖。乞丐们吓得腿软，想跑却发现窗户被我堵了。我顺手用大哥教的擒拿手，咔咔几下把他们胳膊腿卸了，塞进床底，然后我从窗户翻出去。隔壁屋，沈家大哥、沈婉柔的表哥还有沈侍郎正等着看戏。我悄悄摸进去，一人一记手刀，全放倒，扒了他们的官服，为了点特制的含笑半步颠加热五粉。一炷香后，沈婉柔扶着太后，带着皇帝和文武百官浩浩荡荡来了。太后，臣妾方才看到皇后带了好几个男人进偏殿，她一脸担忧，成何体统？把门撞开！太后大怒，砰，门开了，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下一秒，全场石化。只见偏殿中央，3个男人穿着大红肚兜，正纠缠在一起跳舞。太后手里的佛珠当场崩断，沈婉柔尖叫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伤风败俗，沈家是要造反吗？太后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那3人怒喝。我这时从人群后面钻出来，一脸天真的鼓掌。哎呀，这就是妹妹说的惊喜吗？这节目叫彩衣娱亲，沈大人为了博太后一笑，竟然牺牲这么大，把他们给朕拖下去醒酒。皇帝咬牙切齿道。沈婉柔醒来时，那3人已经被扔回府了。御书房里，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跪地磕头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道啊，父亲和兄长定是喝醉了，我站在旁边，看准时机，扑通一声跪得比他更响。皇上啊，我这一嗓子直接盖过他的哭声。臣妾的眼睛不干净了，怕是要长针眼了，求皇上给臣妾算工伤。皇帝被我们吵得脑仁疼，一边是白月光，一边是受害者皇后，最终他只能叹气，该罚的罚，该闭门思过的闭门思过。沈家的脸算是丢尽了。沈大少爷弹劾我妖媚惑主，行为疯癫，结果第2天上朝，我那3个哥哥站成了一排，大哥展示弓2头肌，听说有人欺负我妹，来比划比划。二哥展开3丈长的讨沈贼檄文，当殿朗诵，骂人不带脏字，引经据典，把沈侍郎骂得当场吐血晕倒。
三哥抱着琴弹了一曲大悲咒，说是要给沈家超度。皇帝看着这3个活宝，默默挥手退朝。沈婉柔见晕的不行，开始来晕的，禁足刚解，她就一脸虚弱来找我。姐姐，妹妹以前不懂事，想去皇家寺庙祈福赎罪，请姐姐一同前往。我看着她闪烁的眼睛，知道这货没憋好屁，但我答应了，因为我不仅是个学人精，还是个八卦狂。好啊，妹妹有这份心，姐姐怎么能不成全？祈福队伍行至半山腰，果然出事了，一群蒙面山贼窜出来，大刀挥得呼呼响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沈婉柔吓得尖叫，躲在马车里发抖，我却眼睛一亮，这台词太酷了。我一把推开车门跳下去，随手抢过侍卫的刀。山贼头目一愣，我学着他的样子把刀扛肩上，脚踩石头吼道：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活命走，裤衩留下来。大姐，我们是打劫的。闭嘴，我也是打劫的。我反手一个刀背把头目拍进土里。懂不懂规矩，谁嗓门大听谁的。我3下5除2，用大哥的招式把这群山贼全抢了，连蒙面巾都没放过。这时树林里走出个拄拐杖的老太太，是沈婉柔的奶奶。她看着倒地的山贼骂道：一群废物，连个小丫头都收拾不了。她看着我冷笑道：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邻国使者等在边境了，把你卖过去当通房，看你还怎么当皇后。原来是想卖我，够狠，我喜欢。我溜回马车，把看戏的沈婉柔劈晕，给她套上我的外衣，脸上抹泥，戴上我的凤冠，然后我掏出人皮面具戴上，化成了沈婉柔的模样。做完这些，我大摇大摆走出去，扑进老太太怀里。奶奶，吓死婉柔了，江云初太野蛮了。老太婆拍我的背，没事，乖孙女，那小人已经被抓住了。我捂嘴偷笑，奶奶英明，一定要把她卖得远远的。放心，奶奶办事妥当。于是我混在沈家队伍里，成了监工，一路指挥着这群蠢货，把真正的沈婉柔往边境运。马车颠簸几日，终于到了交接处。麻袋里的人醒了，开始疯狂扭动。老太太不耐烦地踢了一脚，老实点，到了邻国有你受的。沈婉柔挣脱嘴里的蒲团，尖叫起来：我是贵妃，奶奶你疯了吗？老太太一愣，转头看向我，我正嗑着瓜子，见状立刻模仿她的尖叫，声调还高了8度：我是贵妃，奶奶我是你孙女啊。然后我恢复正常表情，一脸无辜：奶奶你看，这学人精又开始学我了，真不要脸。老太太对着麻袋就是2个大笔兜，小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学我孙女。沈婉柔被打得眼冒金星，哭喊道：那个人才是江云初，他易容了。我淡定地指着自己的脸，我这皮肤这气质怎么可能是那个粗鄙的莽妇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马蹄声，何人在此喧哗？一杆大旗竖起，上面写着一个江字，是我大哥。不好，是江家那个莽夫。街头的邻国人贩子拔刀想拼命，大哥冷哼一声，从马背飞身而下，碎炉拳一拳轰出，把人贩子头目打飞10米远。我看得热血沸腾，一时没忍住跳下马车。碎炉拳冲着旁边一个喽啰也挥出一拳。你是何方妖孽？大哥猛地回头，看见沈婉柔使出了她的成名绝技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大哥，是我啊，我这拳法练得比你板正吧？我嘿嘿一笑，一把撕下人皮面具。大哥看着我，又看看地上的麻袋，瞬间明白了。好个沈家老太婆，竟敢拐卖当朝皇后，全都给我拿下！老太太两眼一翻，吓晕了过去。我是为了救姐姐才深入虎穴的，我是无辜的。沈婉柔被放出来，脸上全是巴掌印，她哭喊着辩解。我翻了个白眼。回宫后，沈家彻底倒了大霉，老太太一人扛下所有罪名，被流放千里。但皇帝对沈婉柔的态度已经冷到冰点。沈婉柔不甘心，决定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她宣称在受苦期间悟出了绝世诗篇和仙曲，邀皇帝去御花园赏鉴。皇帝不想去，但我去了，还特意请了2哥和3哥当评委。御花园里，沈婉柔一身白衣，深情朗诵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刚念2句，2哥面无表情打断：停，这诗是我3岁尿床时随手写的，太烂就扔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沈婉柔脸一僵，这是本宫灵感乍现。我立刻站起来，用更做作的声音朗诵：床前明月光，尿湿一裤裆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洗裤裆。全场太监宫女憋笑，憋得脸通红。那臣妾记错了，还有呕心沥血之作。沈婉柔咬牙道。她坐到古琴前开始弹奏，琴声一响，3哥直接掏出棉花塞进耳朵。此曲只应地府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这哪是弹琴，分明是锯木头。皇帝揉了揉太阳穴，以前觉得沈婉柔琴声空灵，今日听来刺耳得很。是这琴不好，音色不正。沈婉柔大叫。我笑了，琴不好，把琴给我。我走过去，从袖中掏出一块布系在眼睛上。3哥教过我，
真正的琴师不用眼看，用心听。我双手抚上琴弦，一曲高山流水倾泻而出，一曲终了，我淡定解下布条。妙，妹妹这忙弹听声辨位之术，已有我9成火候，比某些睁眼说瞎话的人强多了。江云初，你去死吧！沈婉柔彻底崩溃，她看着皇帝越来越厌恶的眼神，恶向胆边生。小心！皇帝惊呼，但我没动，因为我二哥动了。他虽是文人，手里那把扇子是大哥特制的铁扇，扇子猛地展开，一股劲风凭空而起，把毒粉原封不动扇回了沈婉柔脸上。啊！沈婉柔捂脸惨叫，毒粉沾附极烂，她的脸瞬间肿成猪头，红红绿绿。皇帝看着她那张狰狞恐怖的脸，心中白月光形象彻底碎了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妇给朕拖下去！他冷冷甩袖，再没看他一眼。皇帝下旨，褫夺沈婉柔贵妃封号，典韦答应，打入冷宫，永无出头之日。沈婉柔被拖走时，还在撕心裂肺喊：皇上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你的婉柔啊！我站在高台上，看着她狼狈身影，想了想，气沉丹田，模仿她凄厉的喊叫声：皇上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你的猪头啊！喊完，我无缝切换成杠铃般的笑声。沈婉柔听到我的声音，气得一口血喷出来，晕死过去。进了冷宫，她也没好日子过。之前被她陷害进冷宫的5个废后，正磨刀霍霍等着她。据说第2天，冷宫里就传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处理完沈婉柔，皇帝觉得自己又醒了。他在御书房召见我，一脸深情握住我的手。云初，朕以前错把榆木当珍珠，现在朕知道了，你才是朕唯一的皇后，朕以后定好好待你。他说的感人肺腑，眼眶都红了。我看着他，歪了歪头，然后学着他刚才的表情，深情款款看着他，握住他的手。皇上，臣妾以前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会觉得只要学得像就能得到爱。现在臣妾知道了。我把手收了回来，臣妾是学人精，但不想学皇上当个瞎子。听完我的话，皇帝的脸黑了。江云初，你放肆！朕是天子。天子怎么了？门外突然传来3个声音，大哥扛着大刀，二哥拿着毛笔，三哥抱着古琴，一字排开堵在门口。谁敢吼我妹？昏君，信不信我写书骂你遗臭万年？信不信我半夜在你床头弹招魂曲？皇帝看着这3个门神，又看看一脸无所谓的我。行行行，朕不管了，随你们吧。从此我在宫里过上了神仙日子，皇帝不敢管我，还要按时给我发工资。我闲着没事就在宫里开了个模仿大课堂。来来来，各位妹妹看好了，今天学皇帝发怒，要点是鼻孔要张大，眼神要3分，梁脖3分讥笑，4分漫不经心。新来的妃嫔们一个个拿着小本本狂记。沈婉柔进了冷宫，后宫突然安静的有点不习惯，皇帝大概也觉得无聊，开始频繁往我这跑。今日他又来了，背着手在我宫里踱步。皇后啊，朕最近总觉得生活缺乏新意。我正嗑着瓜子看画本，头也不抬。那你也学点东西。皇帝眼睛一亮。皇后觉得朕该学什么？我上下打量他。您想学实用的还是好看的？何为实用？何为好看？实用吗？学学怎么辨别毒药，怎么躲暗器。我掰着手指，好看的就多了，琴棋书画，歌舞唱跳。皇帝沉默了3秒，有没有既实用又好看的？我笑了，有啊，我跟的拳法打起来虎虎生风，特别帅气。皇帝立刻点头，就学这个。于是第2天，御花园成了演武场。我大哥黑着脸站在旁边，看着皇帝笨拙的扎马步。皇上腰挺直，不是往后撅，出拳腰带风，您这软绵绵的像拍蚊子。一上午过去，皇帝累瘫在石凳上，我递过帕子。怎么样，还学吗？学，明天继续。躲在远处偷看的妃嫔们窃窃私语。皇上这是在讨好皇后。学拳法，皇上不是最讨厌武夫吗？皇帝学了3天拳法，觉得自己又醒了。这日他突然神秘兮兮地说：皇后，朕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我挑眉，什么惊喜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当晚，皇帝在御花园设宴，说是有精彩表演，妃嫔们都来了，议论纷纷。音乐响起，一身劲装的皇帝登场了。他摆了个起手式，开始打拳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像文人硬要装武将，透着一股子勉强。打到一半，他一记回旋踢斜飞出去了，精准地落进了荷花池，扑通一声溅了前排妃嫔一身水，全场死寂。皇帝保持着金鸡独立的姿势，脸涨得通红。我实在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，妃嫔们也跟着笑起来，不是嘲笑，是觉得可爱那种笑。皇帝更囧了，单脚跳着想找鞋，我走过去，把自己披风解下递给他。皇上，臣妾教您。我压低声音，下次表演前，先把鞋带系紧。皇帝裹着披风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皇后觉得朕打得如何？我诚恳道，比第1天有进步。
至少斜飞出去的弧线挺优美的。皇帝非但没放弃，还正式拜我为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。他卡住了，我接话，终身为雇主，记得发俸禄啊，皇上。皇帝哭笑不得。我们的教学日常很热闹，他学拳，我嗑瓜子旁观，偶尔指点两句。皇帝学得认真，进步也肉眼可见，至少鞋不会再飞了。这日我们正在练功，苏公公急匆匆跑来，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出事了！京兆尹送来急报，说是有桩奇案，一个古董商报案，说他收藏的前朝名画被调包了，真画还在，但画上的题诗被人改了，改得特别离谱。原诗是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未凋，现在成了青山秃秃水干了，秋天到了该穿袄。京兆尹查了3天，毫无头绪。皇帝看向我，皇后，你的建尾司该开张了。我们赶到现场时，那幅画正摊在桌上。我看了一眼题诗，笑出声。这字迹模仿的有8分像，但有个致命破绽。所有人看向我，我指着该字的最后一勾，写字的人是个左撇子，但原作者是右撇子。这一勾的发力方向反了。京兆尹带着人在京城查了3天左撇子文人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日我和皇帝正在建尾司分析案情，大哥大步走了进来。不用查了。他黑着脸把一幅卷轴拍在桌上，我知道是谁干的了。我和皇帝展开卷轴，是一幅和被盗画作一模一样的秋山图，但题诗改成了青山秃秃水干了，秋天到了该穿袄。字迹和古董商那幅一模一样，这是哪来的？我书房里挂的。大哥扶额，上个月你二哥来我府上喝酒，喝多了非要题诗，我让他改喜庆点，他就改了这句。第2天酒醒，他觉得丢人，就把画收走了。谁知道怎么流到古董商那儿去了？我们立刻找来二哥，二哥见到那幅画脸一下红了。这确实是我写的，但我是改着玩的。怎么会？他忽然想起来，对了，我那天喝多，把好几幅仿画都题了歪诗，后来觉得丢人，就让管家处理掉。管家可能当废品卖了。真相大白，古董商的管家贪小便宜，把库房里的仿画当废品卖了，收废品的小贩转手卖给了城南画摊，而二哥醉酒后的墨宝就这么阴差阳错流了出去。至于真画一直好好锁在库房，根本没丢。皇帝听完哭笑不得，所以闹得满城风雨的盗画案，就是江大学士醉酒后的胡闹。我接话，臣知罪，罚你什么好呢？皇帝想了想，就罚你把那首歪诗用正楷抄写1000遍，让全京城都知道这是你的大作。二哥的脸彻底绿了。古董商盗画案以二哥醉酒闹剧告终后，宫里恢复了平静。这日我收到一封从冷宫递出来的信，信封是粗糙的草纸，字迹却工整清秀。沈婉柔在信上写道：看守嬷嬷腿疾复发，疼痛难忍，愿献方一试，若有效，希望我能恳请他为宫中患疾者诊治。我拿着信去找皇帝，他又在耍什么花样？或许是真的想赎罪。他母亲确实是江南名医，让他试试也无妨，反正先不起风浪。皇帝最终点了头。我带着药方去太医院，太医们看后都很惊讶，此方精妙，却能治风寒湿痹，真是沈婉柔写的。3日后，看守嬷嬷的腿疼明显缓解，沈婉柔又递来第2封信，这次是为一个老太监开的咳嗽方，同样有效。我决定去冷宫见她。皇后娘娘，你的医术是真的。我说，罪女余生别无他求，只愿以此微末之计偿还罪孽。若娘娘恩准，罪女愿为宫人一诊，不收分文，不求功劳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总觉得有诈，可也说不上来。从明日开始，你每日可出冷宫2个时辰，在御花园角落设诊，为宫人看病。谢娘娘。沈婉柔的御花园一诊，第1天就来了30多个宫人。她坐在临时支起的小桌前，一个一个耐心问诊，动作专业，态度温和，完全看不出从前的骄纵模样。我在远处看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皇帝下朝后也来了，他站在我身边看了许久。皇后觉得他是真心悔改吗？至少现在看起来很真，医术也是真的。我说，那就再看看吧。一诊进行到第5天，出了件意外，一个小宫女突发急症，腹痛如绞，正好轮到沈婉柔看诊。她一把脉，脸色变了，是脚长沙，快抬到阴凉处。她迅速施针，动作快而稳，3针下去，小宫女缓过气来。她又开了剂猛药，让人立刻去煎。1个时辰后，小宫女转危为安。此事在宫中传开，找沈婉柔看病的人更多了，但麻烦也随之而来。几个从前被沈婉柔欺负过的妃嫔联名上奏，说她借行医之名重揽人心，其心可诛。皇帝把奏折拿给我看，皇后怎么看？让太医院考核他。我说，若医术是真，便可用；若医术是假，正好治罪。好主意。
3日后，太医院3位院判齐聚御花园，当众考核沈婉柔，从诊脉到开方，从针灸到药理，沈婉柔对答如流，操作娴熟。最后，院判们一致结论：沈氏医术精湛，不输太医。沈婉柔通过太医院考核的消息传出后，妃嫔们暂时消停了，但我知道他们还在观望。这日大哥进宫，说起他肩膀的旧伤又犯了，每到阴雨天就疼得抬不起手，让沈婉柔给你看看。我心中一动，大哥皱眉，他通过了太医院考核，不妨一试。大哥最终同意了。沈婉柔被带到将军府时很紧张，但一碰到大哥的脉，他立刻进入状态。江将军这伤是5年前在西北落下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伤处有寒湿气，西北多风沙，应是冬季受的伤，伤在肩胛，应该是从高处坠落时用手撑地所致。大哥眼睛亮了，全对，能治吗？沈婉柔肯定道，能，但需要连续针灸7日，配合药浴，会很疼，打仗都不怕，还怕疼？大哥笑了，治疗从第2天开始，沈婉柔每天准时到将军府，施针、开药、指导药浴，手法专业，态度认真。7天后，大哥的肩膀明显好转，阴雨天不再疼痛，活动范围也大了许多。沈姑娘医术了得，大哥难得夸人，能帮到江将军是最女的荣幸。沈婉柔低头，此事传到宫里，那些观望的妃嫔终于闭嘴了，连皇帝都说，看来他是真的想改过。我趁机提出，不如让他在太医署挂个职，名义上是太医，实际只在宫中行医，一来赎罪，二来也能发挥作用。皇帝想了想，准了。沈婉柔接到旨意时愣了许久，然后她对着皇宫的方向深深磕了3个头，罪女定不负恩典。沈婉柔正式在太医署挂职后，皇帝开始有了新烦恼。皇后，朕发现你最近很忙。这日他批完奏折，悠悠地说，建委司有案子要查。我头也不抬，比陪朕还重要。我这才抬头看他，皇上吃醋了。朕没有。他别过脸，耳根有点红。我笑了，放下卷宗，走过去。那皇上想臣妾陪您做什么？学点新东西。皇帝眼睛一亮，比如剑尾。皇上想学剑尾？对，这样就能和皇后有更多话题了。他点头。于是皇帝成了剑尾司的编外学员，我教他如何辨别笔记真伪。第一课从模仿开始。皇上，您试着模仿苏公公的笔记。皇帝拿起笔认真的写，写出来像小学生涂鸦。不对，笔要这样握，力要这样运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很暖，我的手附在上面，能感觉到他的脉搏。皇帝忽然不动了。皇后，你身上好香。我一愣，这才发现我们靠得太近了，近到能看清他睫毛的颤动。皇上专心。我松开手，皇帝却握住我的手不放。朕很专心，专心看皇后，气氛正微妙。苏公公来报，皇上，沈医女求见。我们分开。沈婉柔进来时，手里拿着一本医案。皇上，娘娘，这是臣女整理的宫中常见病医案，想请娘娘过目，看能否刊印成册。她低着头，姿态恭顺，但我在她眼中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光。我翻开沈婉柔的医案，内容详实，方剂精妙。翻到某一页时，我停住了。那一页记录的是一种罕见病症，用药却很特别，一味药用量明显偏大，另一味又偏小。沈医女，这方子，这是臣女母亲的独门秘方，看似不合常理，但效果奇佳，确实精妙。娘娘若觉得好，臣女想请娘娘作序。为何找我？臣女想借此书向娘娘赎罪，也让天下人知道，罪女沈婉柔在努力弥补过错。她说的诚恳，眼中甚至有泪光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沈婉柔退下后，我继续研究那本医案。皇后看出什么了？暂时没有，但我会盯着她。我合上医案，朕觉得皇后最近太关注别人了。朕在学剑尾，皇后却没空教朕。我转头看她，皇上想学什么？她靠近我，学怎么让皇后只看着朕一个人。她的气息浮在我耳边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皇上，朕是认真的。她握住我的手，朕想好好珍惜。她的眼睛很亮，亮得让人心慌。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这时外面传来二哥的声音：小妹，大哥旧伤复发，疼得厉害。我和皇帝赶到将军府时，大哥正疼得满头冷汗。沈婉柔已经在了，正在施针。江将军这是旧伤处进了寒气，需立刻驱寒。他一边捻针一边说，手法又快又稳。3针下去，大哥的疼痛明显缓解。多谢沈医女。大哥喘着气说，分内之事，但这伤来的蹊跷。怎么说？江将军近日可接触过极寒之物？昨日在库房清点北疆运回的兵器，其中有些兵器上附着寒霜。那就是了，寒气从伤口侵入，诱发了旧疾。
连服3日可驱除寒气，但这几日江将军最好卧床休息。他开了方子。回宫路上我一直沉默。皇后在想什么？在想沈婉柔，她今日表现太过完美，完美的像事先排练过。你怀疑大哥的旧伤复发与他有关？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我摇头。3日后大哥康复，特意进宫谢恩。说起沈婉柔，他赞不绝口，医术确实了得，人也比以前沉稳许多。我试探，大哥觉得他是真心悔改吗？大哥想了想，至少目前看来是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小妹你还是多留个心眼。他补充，这话提醒了我。我暗中派人调查沈婉柔最近的动向，发现她除了行医，还频繁出入城南一家药材铺，而那家药材铺的老板姓沈，是她的远房堂叔。我派人暗中监视沈婉柔堂叔的药材铺，发现他每隔3日便会去一次，每次都从后门进出，停留约1个时辰后离开，面色平静但眼神闪烁。这日我亲自换了便装，在药材铺对面的茶楼观察，沈婉柔准时出现，提着药箱进了后门。半个时辰后，后门再次打开，出来的不止他一人，还有个戴着斗笠的男子。男子身形消瘦，脚不虚浮，像久病之人。他左右张望后匆匆离去，我立刻让人跟踪，同时继续盯着药材铺。又过半个时辰，沈婉柔出来了，她手里多了一个小布包，鼓鼓囊囊，不知装着什么。上马车前，她回头看了一眼药材铺，神色复杂。娘娘，那男子进了城西一处偏僻小院，院里还有其他人，但门窗紧闭，看不清。要进去查探吗？先别打草惊蛇。当晚皇帝来见韦斯找我，皇后查得如何？我把看到的情况说了。沈婉柔在暗中接触什么人，而且刻意避人耳目。明日我亲自去那院子看看。不行，太危险，让大哥带人去。我正要反驳，外面突然传来喧哗声，苏公公慌张跑进来。皇上，冷宫走水了，沈一女的住处烧得最厉害。冷宫那场火确实不是意外。沈婉柔站在废墟前时，怀里的木匣装的不只是医案，还有她从火场里抢救出来的另一样东西，一块烧焦的令牌残片，那是他父亲留下的，能调动沈家安装的凭证。他早就知道父亲在江南藏了笔巨款，也知道那富商找他是想借他的手取出那笔钱。沈姑娘，令尊当年将东西存在我这，这是凭证，但取钱需要2样东西存单和沈家血脉的亲手印鉴，钱取出后你我3期分账。沈婉柔看着存单上的数目，黄金5万两，足够他锦衣玉食几辈子，但他要的不是钱，他要的是沈家当年留下的另一件东西，一份名册，上面记录了所有与沈家有过勾结的朝臣、商贾，甚至江湖势力，那是他真正的保命符，也是他东山再起的资本。我要先看名册，名册和钱存在一起，取了钱自然能看到。沈婉柔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那若是取了钱，你不给我名册呢？我总得留点保障。交易陷入僵局，沈婉柔回京后开始频繁接触三哥，她知道三哥心软，也知道三哥对她有好感，她要利用这份好感达成目的。三哥对沈婉柔确实动了心，他不知道沈婉柔在算计，只以为他是真的想重新开始。那日他兴冲冲来找我，小妹，我想去江南。沈姑娘说想在江南开医馆，但人生地不熟，我想去帮帮她。三哥眼里有光，是真心实意的欢喜。我看着他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三哥，你了解他吗？了解啊，他医术好，心也善，在宫里这半年救了那么多人，他还把父亲的赃款都交出来了。我打断他，那如果他另有目的呢？三哥一愣，什么目的？比如想拿回沈家当年留下的东西，比如想利用你达成某些事。三哥脸色变了，小妹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把冷宫失火的疑点、江南交易的真相一一告诉他。三哥听完沉默了许久，所以他一直在骗我。我叹道，或许不是骗，只是没说实话。三哥去找沈婉柔对峙，沈婉柔没否认，是我想要名册。他坦然承认，那是我沈家最后的底牌，有了它我才真正安全。江琴师，你若真心想帮我，他抬眼看他，就帮我要到那份名册。你要名册做什么？自保，也让那些人别再来烦我。名册在我手，他们不敢动我。三哥看着他，我凭什么信你？沈婉柔笑了，你可以不信，那就当我从未说过。三哥最终帮了沈婉柔，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。小妹说，让你拿着名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三哥把名册递给沈婉柔时这样说，别再回京城，也别再算计任何人。沈婉柔接过名册，手指微微发颤。他真这么说？他说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。沈婉柔翻开名册，一页页看过，那些名字
那些交易，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，他看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火，名册在火盆里燃烧，化为灰烬。你，三哥愣住了，不需要了，烧了它，才是真正的了断。他拿出那张5万两黄金的存单，也扔进火里。沈家的一切到此为止。他起身，提起早就收拾好的行囊，将琴师替我谢谢皇后娘娘，就说沈婉柔谢他给的机会。他走了，没回头。三哥站在门口，看着他走远，手里还攥着他留下的一包药，治他手腕旧伤的。御花园里，我把最后的消息告诉皇帝，真就这么走了。皇帝挑眉，也许吧，也许哪天江南会多个厉害的女神医，但京城的沈婉柔确实不在了。皇帝拉过我的手，那咱们什么？我装傻，咱们也该过自己的日子了。